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幻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无一升级小系列的新套装——飞过山和震荡波。直品2张说明书，磨砂手感的人物卡。我们先来看小震荡波，我已经把它变成了枪型。哦哟，很可爱啊，这么一点点，也就一根手指头长。所以它应该给一些合体金刚握持的话都没有问题啊，合体金刚握起来就跟个小手枪似的。倒是该有的一些元素都给你表达了出来。这里是一根软管，其实盒子里边还有一根备用的啊。现在看起来这个软管有一些长，如果说觉得碍眼呢，可以剪一半下来啊。这个长度我感觉就差不多了。因为尺寸非常小啊，所以它的零件数是有限的，导致了枪型这一块虽然说是遮盖了，也没完全遮盖上，这里还是有一些空档的。倒是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，问题不大。那我们也是来开始变形一下。首先把这块拨开，握把中间有插扣，打松，在2条腿中间这里还夹着扣子，卸开，小板子翻到这个空裆里边插上，然后滑槽拉下来，接着把这一块小腿翻过来，对折插上，旋转180度，枪头打开下方的盖板，这里边有3处结合的位点，打开之后顺着这一块的关节翻折过来，然后跟这里叠吧叠吧，盖上，插住，背成它的背包，小手左右分开，旋转到正常的角度，最后胸口打开，把这颗小脑袋从里边翻出来，拧个180度，扣上。好的，这款小震荡波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哇，真的是太小了，变形起来都得用指甲一点一点的抠。可动的话，脖子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可以来回的活动。肩膀这里开口的球丸。胳膊因为变形的需要有2段关节，所以可以举很高。手腕球形关节。没有腰部的旋转。腿部前后左右来回活动，左右旋转。膝盖弯折只能弯到这个幅度啊。脚底左右有接地。但是震荡波该有的一些元素倒是也都做出来，能在这么极限的一个尺寸上边做出来一个小枪头变形，挺厉害的。人形的尺寸到头顶也就是5公分多一点吧，很精致啊，盘在手心里边，超级可爱。然后更极限的来了，放在手指上只有这么一点的一个小车，哇！这个可以说是目前尺寸最小的一个可变形的飞过山了吧？这啊，车长只有不到3.5公分，哇，太极限了！但是你看这辆小车包裹的完整性竟然还不错啊，缝隙面这些地方都对得很齐，该有的地方车窗、车灯，包括转向灯这些地方都上了涂装。很可爱啊，尾灯这个地方竟然也有啊！唯一可能暴露的就是车顶这一块的转轴和车门侧面的转轴，但是对于这么小的一个尺寸来说，已经不奢望什么了。来，开始变个形吧。首先后轮的位置掰出来以前呢，先把这个车门掰开一点。说明书上直接拔后轮啊，其实不应该，把这里稍微的张开。哎，这个时候你再把后轮对折。夹在一起，再把它往后翻，整个掀开这个盖子，然后前边这半拉，它腿部在里边是盘着一个几字形的，像黄河一样弯弯曲曲的，所以能把很长的一条腿，这么点也就别很长了，相对很长的一条腿，完全的盘在车的这个位置。好，左右打开。我们把这里边的关节全部展开，你看，展长了以后，其实，这个压缩的密度还可以的。脚腕这里扭出来，再把车门一卷，
2卷藏起来，同时填补住了这一块的窟窿。扭扭正，双腿我们就变出来了。胳膊往开拆的时候，顺着这一块小臂90度卸开这里边的一个插扣，再从这个转轴翻个180度，把胳膊转出来。哎嘿，后背这里有一个大窟窿吧，我们顺着肩膀这里的2个轴啊往后折一下，同时把脑袋让过来，钻过这个洞，卷1段，再卷2段，把轮子藏到肚子里边。哦哟，这么小的一个尺寸，竟然做了这个轮胎的藏肚子里边的这么一个操作。背包而且看起来并不累赘啊，非常的好，这个藏的。最后小脑袋90度立起来，哎，小飞过山，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哇，太极限了！这个小家伙人形的高度也只有4.5公分，就跟个拇指姑娘一样，都没有我的大拇指大。本身来说，飞过山、大黄蜂这些小车型的角色啊，在变形金刚里边就算迷你战士了，特别小，所以这回做成了极小比例，哇，真的是能在这个有限的尺寸上边做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密度压缩、质量转换技术。我挺喜欢这一块的背包收纳的，把轮子藏得很好。但是有一点很可惜啊，它这个大脚丫是没有左右接地的，所以呢，它用了这个轮边来支棱起来，也是侧面的这个轮子没有办法90度的去隐藏了。在这个地方如果做隐藏，可能零件太小了。头部来回的旋转，变形的需要，开口的球关可以举到很高。肩膀这里也是球形关节，开口的。胳膊肘旋转，但是左右这里是不能转的啊，它这个地方不是球关，是一个轴。腰部没有转腰，腿部前踢幅度还挺大的，毕竟胯部这里没有什么阻碍啊。开口的球腕来回的活动，也是靠球关进行左右的旋转，膝盖90度的弯折。反正可动差点意思，毕竟这么点的一个小尺寸啊，你能保证一个车型非常不错，人形能变个大概。还要是再保证它的一个超可动，这个就说不过去啊，太不讲道理了。武器飞过山标志性的大火箭筒，它夹上去以后中间是有一个插销的，可以插在这个凹槽里面，还挺紧实的。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小飞过山比震荡波做的更厉害一些吧。哇，来一点小尺寸的震撼，又小又隐藏收纳的这么好，车型完整度非常的不错。自小比例之后，极小圈子也开始越来越卷了。这一回的小飞过山真的是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惊喜啊！后背的处理既兼顾了轮子的隐藏，又完美遮盖了后背的一些空洞位置。其实这些想法都是挺好的。没玩过这个系列的朋友们可能觉得我有点大惊小怪了，我给大家对比一下。这个柱子现在应该算是人手一只了 ，SS86 的体型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啊。所以你看这飞过山就这么一点点儿，大家觉得这一次的2款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